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金的变形金刚玩具视频。咱们今天继续玩怪兽徐老师支援过来的玩具啊，这也是我跟老徐说让他买的这一款啊，这个什么贴的名号是模范斯联盟啊，就是咱们之前分享过这个小滚珠可变形那小滚珠，然后后来福特大头那家啊，贴上他们家名讳出的这个 Zeta。他们家出的这个 EX09 的这款巨无霸福特，这是 Zeta， 也就是 TW 当年推出的这款，按人形算啊，这个按人形比例算，没按大小算，也没什么配什么小比例、极小比例啊，人家只说这是经典比例的这个 G1 缩小加可动版的这个福特。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啊，当然，你像这箱子上还有EX 啊，这当年 Zeta 最喜欢用的 EX 精图版啊。这个我记忆当中这个东西已经很多年了，反正时间不短了啊。当时出来的时候呢，因为福特这个角色在当年啊这款推出的时候啊，只有官方自己G1吧，当时G1的福特没有别的可以选择，所以这款福特出来，即便它很小，但是很多人呢依旧也情有独钟啊，毕竟把G1的可动给你做上了嘛，对吧？对于很多人，对于那2年来说的诱惑力还是挺高的啊，所以说，应该算很多人或者当时吹捧的很强的这个玩具之一。我记忆当中，我觉得啊，我记得是啊。然后呢，盒子咱们刚看过啊，说明书模范斯啊这一件没想到这个 Zeta 这个私下也好，不管是马甲也好怎么样吧，还都有这么多联系啊，不容易。TW 看来果然是在下一盘大棋啊。这应该是建模图吧，还是按灰模图给你画的，黑不溜秋的啊，反正他家的这个说明书看看就行啊。因为这款的变形啊，跟 G1 去比啊，对，还有一张人物卡，信用卡材质的人物卡啊，这款其实跟 G1 比啊，它的不同点，第一当然是可动，它是有的，你包括脚部的接地啊，这个地方它是肯定有的，然后膝关节可动等等啊，剩下呢就是可动手啊，包括它的一个可动的关节等等啊，还有一些就是变成基地形态和飞船形态的一个小细节上面的一些改动。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这款特别的紧啊，特别紧啊，紧到让人发指。把它们放回去啊，因为整体在上漆啊，当然这还有小泡啊，我们直接给它放回去。肘关节的这个地方的用料，灰色的料还倒不是很紧啊，但是呢，这个关节，而且还抬不到90度，就特别的紧，紧到让你怀疑人生啊！腰泡这个地方咱们就给它放过去啊。而且我第一次玩的时候，我操，整个我的人都不好了。炮咱们这把枪放下来啊，它是直接插进去的，虽然是可动手，但是它在手心里边也做了一个圆洞。枪也是精图啊，要不是 EX 是漂亮啊。胳膊转过去，腰炮转回来，然后肩膀放下来，反正还有包括可能它这个后边的这个就是福特的这个塔台啊，就是它的这个飞船的塔台，应该也是变形，也是跟 G1 不一样改动了一下，然后腿内侧呢加了块板子给它盖了一部分吧，然后剩下的也就跟G1没什么区别。
当然还有一个地方，就这里头雕的这个地方啊，咱们先把它拔下来。这块你看白色的这个地方，原版我记得 TW 啊，就最早的版本里边，你要把头插上去，它可以显现出来它的能量数值的，上面是有颜色的啊，是可以显现出来。但是这回呢，把头给它怼进去，没有了啊，这看来省略了吧？顺道咱们看看头雕啊，拉近点看一下，哎，整个这人形的这个头可动啊，这个地方还是有的，包括腿的这个地方分开，咱们转过来也是有涂装的，但是它的福特大头后边就没有遮挡，就是一张脸露在后边啊，所以呢，咱们给它摆成坐姿啊，福特嘛，对吧？他的这个小人儿，也就这意思啊，坐在基地里啊，坐在飞船里边啊，驾驶啊，那边。咱们现在给它开始变形吧，没什么多说啊，看跟 G1有多少地方不一样啊。第一步呢，咱们先把这个手给它收一下。这款啊，变形时全程咱们要用到这个耳把勺啊，必须要用到。为什么？因为它的很多地方非常的紧，包括这些地方没有预留抠的这个口啊，所以这样你去玩的时候会非常之难受。胳膊摆正，跟这个地方扣上，因为它后边有凸和凹，然后这个手臂你就可以给它放上面去了。这边也是啊，咱们给它翻起来。为什么说一定要有这个工具啊？你看这个地方，看到吗？特别的紧，而且空间又特别的小，所以是你必须找一个非常细小的一个工具去完成抠的这么一个过程。好，然后后边这个地方给它转过来，给它挪到前面来。然后呢，这块的塔台的这个地方啊，里边的凸和凹，你是需要给它结合上，扣上，这是一半啊。另外的一半从这个地方转过来。咱们现在变的是飞船形态啊，战舰形态。好，然后左右啊，给它扣上，然后这里给它再翻起来，给它躺倒啊。好，这是整个的战舰形态。然后呢，这个地方翻起来，把炮再拽出来，然后脚底板翻过来之后啊，这块还有个零件咱们要抠出来。为什么呢？它是要扣在里面，把腿锁住。但是这个卡扣极其不好抠，这里你得把它往下压，压的同时，它这个卡扣才能对上啊。所以说，他做这个卡扣啊，把腿锁住这一点呢，其实想法很好，但是你这个卡扣操作起来极其难受，这一点
TW 就不给你考虑了啊。好，摆摆正，放好，然后呢，驾驶室这个地方打开，这个小人就可以坐到里面，然后再给它盖上。这把枪插到里边去。这时肯定就会有人说啊，这不就是机翼吗？对呀，我也没说它不是机翼，对不对？就是机翼，机翼加可动嘛，对吧？因为官方的有些角色的设计结构，它已经做死了，没有任何突破的空间，所以说这作用这样，你也无可厚非去说些什么啊。好，这个是它的这个飞船形态啊，战舰形态。然后呢，咱们给它变成基地模式啊，因为它是3变嘛。那么你看，这个时候咱们就用了这工具了，又把这块撬开，这里啊，只有这种小细微的工具才能伸进去啊。打开，这里也是，看这里。扣上，好，咱们先把这边给它变一下，底下这块依旧需要这个工具抠啊，这里有人说二爷你拿这个工具抠它掉漆怎么样？你像这些地方都没上漆啊，它不是100%全上漆的啊，你想太多了啊。这个板子轨道啊，这块咱们给它抠开，这块是个双关节啊。然后呢，这个地方看就可以推出来了，有那个小车啊，直接可以给它推出来。然后这个地方咱们就得拿这个工具给它往外怼了，为什么？很紧啊，这地方贼紧啊。这就得拿这个工具伸进去，给它一点点往外推，给它推出来才可以。而且是极度不好操作啊！好，给它推出来了，然后咱们再给它往外推，这块特别的紧，一点都不丝滑。你让机器玩具的时候，它要做这种弹射小车的这个轨道，它是底下是有弹簧装置的啊，然后触发机关给它直接叭一下从里边就弹出来了。这个是基地的，这块可以打开啊，整个这2块也可以打开。咱们人性是我没展示啊，这2块也可以放这个小人儿啊，这块也可以打开，这就是人形胸口这2个地方。好，摆摆正，这边是主桨的位置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要把这个腿彻底打平。啊，非常肉的齿轮的声音啊！打平了它，打平它，咱们要干什么呢？就是最后把这个腿要给它做一个立起来之后再折叠过去啊。首先第一步呢，咱把这块板子扣过来，双关节啊，给它扣到后边。这块的脚底板记得给它立起来，然后灰色的这个关节啊，转90度给它转下面去，然后呢，这个地方转180度，干什么呢？把这个腿啊扣进去，这是机翼的后半部分啊，所以说不难去理解啊，跟机翼没什么区分。这个它当年 TW 出这款啊，就是为了占一个没有啊，但是
它为什么会出这么小的比例，我就不知道了。可能怕出大的不太好卖啊，出小的好定价啊，好出啊，好往外骗钱呐，是怎么回事是吧？TW 他们家的想法有时是你是琢磨不透的。这个地方我们给它转出来，这个炮也可以转到这里。好，然后这两边这两个炮也可以搬起来，也没有问题。然后这两边啊，依旧需要这种小工具啊，给它抠起来，抠起来。然后这个地方打开，这是舱门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地方有这块都预留过口了啊，哎，也是可以打开的。然后这个小人儿咱们再拿出来，后边就完事儿了啊。然后咱们给它放到前面来。这个小人呢，你要选择一个坐姿，给它坐到里边去。放好。最后的最后，这个炮咱们插在哪儿？插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好，这是这款福特的基地形态。说实话啊，当年的 TW 啊，对于抓这个时机啊、商机来说，其实也是一个高手啊。能够干这个方面事情的人呢，基本上他不是高手，也是逼出来的高手。很多第三方在当时为了填空啊、填空档、填官方没出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会啊把它拿过来修一下所谓的美型，加一些可动啊，加一些美丽的涂装啊，不管是缩小还是放大或者等比例给你出来之后，让你有一个新的一个认识啊，你觉得G1没有可动啊，这款终于有可动了，太棒了，如何怎么样，你会非常的开心。然后呢，不管它标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或者它现在来看的话，那个价格可能并不是太好，但是你也不会很去介意。为什么？因为没有嘛，我总要拥有一款。所以这款福特在当时的应用，其实我记得当年也有争议。当年的争议就是为什么做这么小，配不了任何比例啊！当然会有人说啊，那二爷这个。像这个轨道啊，这些地方它能做出来，能够推小车，那极小比例能不能配？我现在可以告诉你，配不了啊！你除非那款变形金刚有多大呢？这么算吧，拿这把小枪算啊，看这个比例，比这个枪啊，比这把枪，你看我摆在这个上面，你不要觉得这个枪跟这个上面挺合适，大小差不多，你就觉得这个比例是对的，这个也不对。如果是一个单体小车的话啊，摆在这个轨道上，起码是也就这么大，也就是说这个枪的一半这么大，也就这么多吧，摆在这个上面，比例可能是差不多的啊，这个比例是差不多的，因为福特变成的基地虽然没有猛大帅那种骑人城那么大，但是它的要塞基地这个整个的变出来之后，它的大小也是非常庞大的，所以一个单体的变形金刚它能有多大？一个组合金刚站到上面，可能也就是这个意思吧。这把枪或者比这个枪大一点啊，是组合金刚的一种感觉，因为跟后边这个
塔台这个剑桥也好，塔台也好，跟这个地方或者跟这里你也可以做一个相应的一个比例上的一个大小的一个比较。这把枪立起来的大小，也就是跟这个比例算的话，也就是组合金刚或者大力金刚的那种感觉，是这么大。它要是单体的话，你按擎天柱算的话，它可能连这把枪，也就这把枪的1/3这么大啊，这么多，站在这里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比例的大小，所以说这款跟谁都配不了比例，只能是单独摆着的一款。你想要配比例的话，就甭想了啊，会煞费苦心的，因为你最后费了半天劲之后，你想我要配哪个比例，最后哪个也配不上。所以说这款福特你买的话，只是单独要不你就为了涂装啊，要不就是为了一个所谓的可动啊，所谓的怎么样，我是不知道过了这么多年，到了现在之后啊，有人在买这一款的时候是还能图它什么？因为官方有泰坦级，虽然是改模啊，包括第三方也都一直在做福特这个角色啊，包括 FT 的那款福特啊，下半身还没出呢，一个大脑袋已经出来，非常庞大。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到最后，啊，尤其是这一家啊，这个魔 fans 啊，这一家，因为有时觉得这家挺有意思的啊。他之前自个儿出原创的那几款产品的时候，就是一直给人的感觉就是你做这玩意儿干啥？你要图求个啥啊？结果又把这个玩意儿出来之后，我会让老徐买过之后啊，我现在能感觉，我一玩过之后的感觉就是，这家挺有意思，真的，我现在把我的兴趣勾起来了，我特别想知道魔 fans 这一家你后边你要还出什么啊？你不可能永远就代理这种出过的老模具，你不可能把 TW 的之前出的模具你都代理一遍吧，对吧？你还这么喜欢出原创，所以说我现在特别想知道魔 fans 他家下一款产品到底是什么，我肯定会特别关注，因为这家已经把我的兴趣勾起来了。好吧，最后还是感谢咱们的怪兽徐老师啊买的这款魔 fans 的 Zeta 福特。那么这期咱们就到这啊。还是那句话，魔 fans，我很期待你下一款的原创产品是什么，我会一直去关注。好吧，那么这个呢，就是小金的变形金刚玩具视频，谢谢观赏。